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上一期呢，我们讲过 Saylor 卖了32个比特币，市场给吓崩了，比特币直接从73000跌到了6万。很多人觉得永不卖币的这个神话破碎了，可就在上周，剧情突然反转了，他又买了回来，而且呢，不是32个，是1550个，花费了1个多亿美元，是他卖掉数量的将近50倍。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儿，虚惊一场。Saylor 还是那个 Saylor，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个手握84万枚比特币的人，为什么要先卖32个，再买回1550个呢？这一卖一买，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呢？今天的这期呢，我们就把这个为什么一层一层的给它挖到底。挖到最后，你会发现这背后呢，其实是一台非常精密的金融机器。要看懂这一卖一买呢，你得先知道 Saylor 的身上其实背着一个巨大的怪物。这几年 Strategy 除了发股票、发债，还发了一大堆的优先股。那什么是这个优先股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承诺给你固定利息的股票。Strategy 承诺的利息到底有多高呢？9%、10%，最高的一档11.5%。靠着这些高息，它从市场上吸来了大量的钱，这些优先股的总规模已经膨胀到了大约150亿美元。150亿，按照9%到11.5%的利息算一下，它每年要付出去的分红大约是15到17亿美元。注意，这里边有2个字儿特别要命：现金。优先股的分红，你不能拿比特币去支付，不能拿股票去支付，更不能赊账，必须是真金白银的美元，按月、按照季度雷打不动的。你日子好过，你要付；你日子不好过，你也需要付。可问题是 ，Strategy 有这个造血能力吗？答案是没有。它的软件业务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不计了，它手里的比特币本身又不能够生息，这一点呢，它甚至还不如我们上期讲的 Bitmain。人家的以太坊起码我还能拿去质押，去吃利息，所以这一年10几亿的现金只能来自于一个地方，继续融资，发新股，发新的优先股，发债。说白了就是用下一批投资人的钱去付上一批投资人的利息。只要融资这扇窗户一直开着，这个循环就能够一直转下去。可问题是，融资的这扇窗要是某一天开始关上了呢？今年的上半年有3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第一件，比特币从高点一路跌到了6万多 ，MSTR 的股价呢从190多跌到了120，那个曾经让它融资如鱼得水的信仰溢价，现在呢被压扁了。这个时候如果发新股特别贵，同时呢又会伤害老的股东。第二件事，今年的5月 Strategy 花了13.8亿美元的现金去回购自己之前发的可转债，这一笔下去，他账上的现金储备从大约20亿一下子下降到了8.7个亿。第三件也是最狠的一件事，摩根大通公开算了一笔账，一句话捅破了 Strategy 的窗户纸：你账上的现金只够支付6.3个月的优先股的分红。6.3个月，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让谁最先害怕？是那些购买了优先股的人，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就是稳稳当当的收利息。一听说只够付半年，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抛售。结果就是今年的6月 ，STRC Strategy 最重要的优先股的价格跌破了100美元的面值。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在公开的喊：对不起，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怀疑你有可能付不起利息了。好的，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链条给它串起来看，优先股价格一跌，优先股这条融资的路就会变贵变难。可它现在最依赖的恰恰就是这条路，融资一堵，每年10几亿的分红从哪里来呢？只能卖比特币。可一卖比特币，信仰就崩塌了，信仰一崩塌，股价就更加下跌，股价一跌就更融不到钱，这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死亡螺旋。
而它的入口呢，不是比特币跌到某一个价格，而是债主不再相信你能够付得起利息的那一时刻。5月底，这个入口已经开始出现苗头了。讲到这儿呢，我们终于可以看清 Saylor 真正的处境了。他现在呢，面对的是2群人，第一群是优先股的投资者，说白了就是他的债主。这群人要的是确定性，他们需要相信一件事：必要的时候你得舍得卖币，你得给我利息。第二群呢是比特币的信徒，这群人呢要的是信仰，他们需要相信的恰恰相反，你永远也不会卖币。你发现问题了吗？这2个信念在逻辑上是直接冲突的，一边呢要你证明你会卖币，一边呢要你证明你永远也不会卖币。可 Saylor 融资的命脉恰恰同时挂在这2群人的身上，他安抚任何一边都会伤害另外一边，这是一个逻辑上几乎无解的局。换做你会怎么办呢？而 Saylor 的答案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卖再一买。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几个动作，你理解了以上的这些，就应该能够看清全局了。第一步，卖32枚的比特币，这一步呢是做给债主看的。他在说，我手里的这84万枚比特币不是供在神坛上的神像，它是真的能够变现的，能给你们支付利息的资产池。一颗定心丸32枚的比特币，成本只有250万美金。第二步，把现金的储备补充到10个亿。就在卖币的同一周，他把账上的美元储备增加到了整整10个亿。这一步呢，是把话给他做实，直接回应了摩根大通的那句只够6.3个月，意思是你们算的账我看见了，分红的钱我准备好了，近期不需要再碰比特币了。第3步，买回1550枚的比特币。这一步呢是做给他的信徒看的，因为第一步那颗给债主吃的定心丸对信徒来说是一剂毒药，他居然真的卖币了，所以他必须立刻马上用一笔50倍大的买入，把我永远在买的这个人设给修复回来。所以这3个动作一气呵成，先安抚债主，再做实承诺，最后修复信仰，把一个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成立的局，硬生生的在情绪上给它缝了起来。平心而论呢，我个人觉得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去看，这个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Saylor 不是慌了，他其实非常清醒，每一步他都算得很准。可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他得到的要远远小于他所失去的。有一个东西回不来了，有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先看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细节，他卖的那32枚的比特币均价是多少呢？77135美元。消息一出，市场立刻崩了，比特币最深跌了将近20%。一周之后，他买回了1550枚，均价65332，卖在高处，买回在低处。我看到评论区里边有人说他是故意的，高卖低买吸收筹码，但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证据说明他是故意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价差的本身证明了一件事儿，他的这一举一动能让整个加密市场蒸发上千亿美元，这种影响力太牛了。这个已经不只是交易，而是一个信号，他买市场会解读，他卖市场会恐慌。这种影响力很强，但也很危险，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他已经不再只是市场里边的一个普通的买家，他本身已经变成了市场情绪的一部分。不过真正让我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买回1550枚币之后，你再看看今天比特币的价格呢，几乎没有动，趴在62000，纹丝不动。当然这个也有最近的美联储加息的宏观因素的影响在里面，但你要知道，在以前 Saylor 发一条推特说什么 back to work， 或者说我又要买币了，市场呢就能至少小涨一波。可现在呢，全世界最大的买家真金白银的进场，市场无感，没有任何感觉，市场没有恐慌，市场是
脱敏了。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个不对称，信徒已经不再因为他的买入而兴奋了，但却依然会因为他的卖出而恐惧。利好失效，利空有效。对一个依靠信仰驱动的故事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警告。有华尔街的分析师说的非常直接， ARK 的投资总监警告说，150亿美元的优先股，1年10几亿的分红，未来几个月里边有人可能会输得很惨。这话呢说的过不过分我们另说，但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如果一家公司已经需要依靠这种先卖一点再买回一大笔再补现金的这种连续的动作来同时安抚债主、安抚股东、安抚信徒，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台机器已经不能够轻轻松松的自己在运转了，它每转一圈都需要有人继续相信它，也要有人继续往里边去砸钱。所以回到标题的那个问题， Saylor 现在是撑不住了吗？没有，他可能比市场上任何一个人都清醒，但有一点改变了。以前他买币市场会兴奋，现在呢他买币市场要先算账，这个本身就是时代变了的一个证据。上一期呢我们看了 Tom Lee， 这一期呢是 Saylor， 一个在硬扛，一个呢在给金融做手术，两个人两种姿态。可你扒开这两家公司的外壳来看，它底下其实是同一台机器，一台必须不断的融资，不断让人相信它的机器。而真正的问题呢，可能比这两个人、这两家公司都要大。今天你想买比特币，或者说你想买以太坊，你又不熟悉区块链、加密钱包什么的，那你直接你去买一个 ETF 你就可以了，干净、透明还便宜。那凭什么还要买这台机器呢？好了，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希望这期内容能够帮你更好的了解加密财富公司。我最近呢对欧文可路也做了很多的更新，欢迎关注欧文可路，也看看明天欧文可路对加密市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解读。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